嘿，大家好，我是 Aceson 啊，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90几名的那个玩家打的一场比赛。但是啊，这个对手啊，或者说这次那个对战是非常之特别的。那为什么那么特别？是因为啊，这次这个也是因为那个伺服器问题而导致的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状况。那但是它不像之前的一些素材一样，它不会说什么把你的combo 吃掉，或者什么你打不到对面之类的那个情况出现。那它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看下去，来感受一下那个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那影片开始前啊，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对，那这次啊，我们打这个是影武者100等的影武者。对，如果是影武者呢，我相信啊，大家已经会猜到这局的比赛是会非常的缓慢了。怎么说？就是因为用影武者的那些玩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啊非常之不喜欢那个主动的找人打架。对，他们会用这个影武者的一个烟雾，不停的跑来跑去，直到他抓到你为止。对，因为他那个生成烟雾的那个过程啊，是会有一个冲击的效果，就是如果你在它生成烟雾的那个过程中，你走到它前面的话，你会让它撞到。对，那撞到的话，它就可以用一些其他英雄或者装备技能来继续 combo 你。那他们只会这一种打法而已，通常影武者玩家。对，那这次这个玩家也是这样，所以的话，这个战局会拉到很长。对，所以你看到这部影片是虽然不是特别长，但也是有一定的长度啊，相比昨天那部。对，那这个的话抓到。那虽然这样说，其实影武者如果在业务里面的话，我超雄也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我的重低。对，因为它的烟雾制造的过程，虽然只要它走在烟雾里面它是隐形，但是啊，如果你是有一个预判的能力的话，就是你猜它在什么位置，你可以直接用那个重低，就是超神的重低来抓它。对，所以超神也是一个比较算是小的 counter 的那个英雄吧，对于这影武者来说。对，那刚才说到一开始说这局很特别，那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这回合啊，因为可能是伺服器问题，因为我抓起来就是我打他起来啊，其实他不会卡，就是他没有一个很 net 的情况出现。但是他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打他，然后有些 combo 是，例如说我黑毛 DDD 吧，它正常的触发是会让我慢慢打上去，就是可以接这个 DDD 不贴 DDD， 但是它会打着有一 combo 是没有显示。对，那你可能说就不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显示，就是对面吃掉你的，就是伺服器 cancel 你技能，那不是。它虽然是没有显示这个状态，但是它是有承受到我的攻击，就是它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它有承受吃到我的攻击。对，所以的话是十分之奇怪的一场比赛。例如说，我的那个佣兵射他3枪，那他正常会让我射到会直接退后嘛，就是被我的枪射到。但是他这局的话，他有机会啊，他是不会把那个退后的那个显示出来，但是他的确是有吃到我3枪了，所以的话是非常之奇怪。对，所以的话，那这局我打后面的话，我才发现他的应对方式是有点真正的反传统，就是我要用100%的那个感觉来打一场比赛。那怎么用感觉来打？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就是你说我现在我抓到他嘛，他突然瞬移到后面，就是他的那个吃我攻击的这个特效，就是他的吃饱攻击之后的那个效果会延迟显示出来，这个视觉上。对，所以的话是非常之反直觉啊。那这边的话，哎呦，可惜。那现在我没有头盔，其实有点麻烦。OK， 这边的话没有一般技能，那应该死了。换第三一种，哎，还有ED，那我们小一点。哦，那没了，他有伸手秘籍。那这边的话尽量。OK， 这边应该死了。OK， 来到第3回合，那打这种那么奇怪的局呢，我是比较偏向用 Dota Spider， 先削他一点血，就是先多来一点这个战斗的优势。对，这边的话接黑毛 combo，
所以你看到的话，其实它是不是有点好像接不到的情况出现？但其实没有，就是它显示是有问题，但其实真正的那个情况是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会用我平时的那个手感来继续接上去，就是别给它视觉上欺骗到。对，所以是非常之奇怪，但是有趣的一场比赛。对，这边的话应该被他打下去。OK， 那别跳起来，因为他用爱国者。因为爱国者的话，如果大家知道，就是他是对空中100%命中的一个英雄。哎呦，这边的话很痛啊！这个衣服，这衣服是出了名比较高伤害的一件衣服，那个李小龙的衣服。对，这边小一点。哎 ，OK， 哎呦，可惜，这边应该会让他打下去。OK， 那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小一点，别让他的爱国者射到。OK， 这边的话尽量用重敌。通常打这种的话，我们因为爱国者其实他一抽起来就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所有跳跃的攻击基本上就被封锁了。那我们虽然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把你封锁掉，但其实啊，他这边来看到，他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吃到我的那个跪下来的攻击，但其实他有跪下来了。但我们就不要让那个视觉上欺骗到，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感觉来继续操控你的 combo。对，就是平时这么做，平时是怎样做，你这次就怎么做，别让他那个视觉上欺骗到。OK， 这边呢应该没事，我们要头盔啊。这边的话把他抓住。哎 ，OK， 他应该死了，应该的话，那打下去。哎，可惜还差1滴血。那这边的话，哎呦，他开了这个披风，这披风是最近有个观众留言，我才知道这个披风已经 nerf 了。它 nerf 什么？就是现在无论你加多少，它的那个 CD 也是固定的25，就是就算你加100、加200，甚至250，它的那个 CD 的单位也是固定25。那以前的话，我这个披风是加210左右的，我记得好像是21个单位还是22。那现在的话，它就改动了。那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装备而已，还是他把所有的补血的手段都变成固定。那起码这个披风是已经有一个大的 nerf， 因为25的单位技能其实也算是比较长、比较久一点的一个技能了，已经算是对。在这边的话，来到第4回合，那刚才说到那个爱国者，其实如果对面用爱国者呢，其实虽然他没有明确的提醒你，这明确的禁止你的那个跳跃功能不能用，但其实啊，你要默认一点，就是你的跳跃功能已经被对面封锁了。所以的话，因为你一跳起来，他就可以直接把它瞄准。那我们只要看到对面用爱国者的话，我们直接用一个不需要跳的那个打法来打就行了。这边他用头盔 ，OK， 那他完蛋了。他这次的话，他好像没有41，那这边直接给他，哎，可以。那他还有头盔，那他开了。那这边的话，只要再抓他一次，他应该就死了。哎，可以再多骗他一招。那没办法，他应该是也好披风。哎，可以。这边是真正意义上的，他应该是死了。哎，这边呢，他应该是有吃到我最后一下了，但是没有显示出来。哎呀，可惜。所以你看到我的刚才那个是很明显是依靠自己的直觉来继续完成那个 combo， 但很可惜啊，也是失败了那个直觉。当然没所谓，那我们起码已经把他所有技能逼出来了。我们下一步就是尝试用一下盔甲把他抓住。哎 ，OK， 抓到，那他应该真的死了。哎，他应该是有吃到我的那个比较尖兵的那个重地啊，所以的话，我们这边直接打下去了，玩家，那就这些谢谢。